冷血蛇兽一生中最幸运的事，就是被人砍断蛇尾后推下万丈悬崖。因为就在他濒死之际，竟意外被穿越而来的我所救，不仅让他恢复了蛇尾，还成功晋级成4阶强大的蛇兽。而此时的我正在不断忽悠我的系统。系统快说，我有没有新手大礼包？我刚穿越，人生地不熟，唯一能说话的也就他了。请宿主稍等，检测到宿主为穿越新人特别赠送灵药2瓶，解百毒、治百伤，打火机1枚，小刀1把。话音刚落，我眼前果然多了把小刀和打火机。就在我去河边抓鱼时，我背后突然咚的一声，一道黑影砸到溪边枯木上。我急转头，发现一条墨色巨大蛇尾挂在枯木上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条蛇，怕是能一口吞我吧？宿主别怕，它是一条重伤的墨蛇兽人，快死了。墨蛇兽人有毒吗？我拿棍子戳了戳泡水里的蛇尾，系统说无毒，但不建议靠近。冷血兽人大多是流浪兽，受伤时更危险。我愣住了，流浪兽？那不是小说里那种狠力抢掠恶兽吗？这么惨，尾巴都断了。系统提议，宿主要不要先和他结契，能烙契约印记，开启商城，兑换草木图鉴，增加生存率。我抗拒。你认真的吗？人家快死了，我还去收条残蛇做契约。他继续劝，临时印记3天后消失，还能拿1/5安家费，只需1滴蛇尖血，流浪兽也能结契。我心动了，没有部落之前，靠图鉴活下去最现实。系统检索，这墨蛇兽人单身，刚成年，可以结契。系统急了，宿主你普通人类，没部落不知何时遇兽，别犹豫，不然他死了，商城永远不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小刀，心想不成功便成铝，为商城强吻条蛇算什么？我对他说，我把你拖上岸，你别咬我，我怕疼。没反应，我只好下水，9牛2虎之力才把他半截拖上来，尾巴还泡水里，坐地上细看他，尾巴漂亮的发亮，长相妖异好看。我轻叹，简直梦中情蛇，单看脸我都想救他了，但心里忐忑，结了气他会不会伤我？系统及时提醒，普通或流浪兽人结契期间禁止伤害男性，若伤害你解契，他将反噬甚至死。001系统还唠叨，宿主为何喜欢墨蛇？不应该是毛茸茸更受欢迎？系统建议先和实力强的结契，否则他不会让宿主找第2兽夫。他又嘀咕，兽氏只有1个兽夫不够，宿主再三考虑，寒季来临，天气冷得要命，还长达数月，蛇兽人得折棉才能活下去，没有他们守护，我这个普通人根本撑不住。我清楚了，我心里有数，只要有契约，他肯定不会伤我。忽然我发现他手臂上的几道纹路，忍不住问，系统，这是不是兽纹？系统回复，是的，兽纹显示兽人实力等级1级到7级，每条代表1层实力，纹越多实力越强。我心想，3条3级算厉害吗？系统答，兽人晋级非常危险，他才刚成年就已经3级了，算很牛。系统沉吟，突然承认这条蛇也不简单，毕竟一般兽人大半辈子也就4级。这时蛇兽人渐渐醒过来，看着我这个把他从水里拖上岸的雌性，时而忧愁，时而发呆，像在后悔，又像在纠结。毕竟大多数雌性害怕冷血兽人，更不会像我这样善良的救他，只有少数追着实力才肯接受我们。他突然显得困倦，伤痛也麻木了许多。死在这里也不错，能晒太阳。我着急问，你愿意和我结契吗？蛇兽人费力掀开眼皮，闻了闻空气，看到我没带兽夫味，他摇头说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他虽能自愈，但尾巴几近断裂，内伤复杂，只剩摇摇欲坠的气息。最后看看这个世界吧。他叹息，我接着问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他摇头否认。我试探，那和我结契怎样？我保证会对你好。他脾气温和，看来不算坏类型，长得也帅，就算小气点也能忍。若他真坚定拒绝，那我也能用他的最后价值。好。蛇艰难的点头，我以为能嘲笑他一番，制造点戏剧，却没料到他立刻低唇贴上来，唇间散开淡淡血气，瞳孔一颤，伸舌吸走那点气息。小雌性想和垂死的他结契，他却已命不久矣，为什么偏偏遇见他？他心中暗自质问。宿主，商城已开启，1000积分到账，请查收。001系统虽然摸不着头脑，却尊重我的决定，看到蛇性格还不错，建议给他灵药，否则怕撑不过去了。那我给他灵药喝。我问，有风险，你凭空拿出灵药就这么重的伤，不靠谱。放心，有对策。话没说完，一阵白光闪过，蛇晕过去了。我无语，但没时间吐槽，只能把药灌得一滴不剩。太阳落山，双月挂天，以为他会醒，没想到一夜都昏迷。我们不敢灭火，怕野兽凑近，夜色阴沉，周围静得吓人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我问系统，他怎么还没醒？宿主别急，药效虚实，他伤重，得慢慢恢复。我抿唇，真想怀疑系统卖我假药。你快醒，这里太吓人了。我低声催促，突然树叶沙沙，一头大棕熊从树林里缓缓走出，足有1层楼高，他眼里荡漾贪婪光芒。我揪紧火把，抱紧蛇。你不行，我们要完了。棕熊大步靠近，忽变成2米高壮汉。雌性，森林危险，扔了它。
跟我回洞穴，我保护你。他笑着逼近，昏迷蛇对他毫无威胁，只是堵肚子的肉。等等，我硬撑镇定，幸好他是兽人，凶恶却有限，能拖延些时间。你先介绍下自己，我才考虑。我试探，熊兽满脸疑惑，他嘴角勾出不懂的笑。交配而已，难道还要名字？不过我挺喜欢你。我咬牙切齿，保持笑容，一边周旋一边祈祷系统快救我。系统，救命！急需武器，我贷款都行。系统懒洋洋回：宿主别急，他快醒，贷款不可能，兽师更不可能有枪炮，再撑2分钟，蛇必 KO 熊。这熊从没见过如此温柔小雌性，听他说话时，我差点被粉红泡泡淹没。小雌性说喜欢他，既然这样，熊三也准备好好待着我，只要能生一窝熊崽子，他肯定用心养。我叫熊三，等我杀了你这个兽夫，咱们赶紧交配，早点抱崽子才开心。看他满脸色心，我忍不住咬牙。这家伙怎么还不醒？你没告诉我几纹兽人不够厉害，怎么养我？我怎么放心？声音一落，打断了他脑中的邪念。我是3纹兽人，打猎厉害，能养得活你。他显得不耐烦，仿佛要让我彻底服气。说完，迈步走2步，猛然一拳捶向大树，那树粗似3人合抱，立刻出现一个凹坑。我眼睛亮得像灯泡，牛，脑子狂转，就是想拖1分半钟，但越想越没思路，竟然没注意到被我抱着的蛇尾尖轻微抖动。我已经展示了，小雌性，我们该交配了。熊三盯着我，准备先动手术后再杀蛇。他一脚就能踩死昏迷的蛇，心早定下。正当他上前抓我时，砰！一条墨色蛇尾狠狠砸进熊三胸口。熊三怒视我：这雌性骗我，他根本不想和我交配，只是在拖时间等蛇醒，敢骗我！他的身影骤升，变成那只庞大棕熊。你的兽夫和我等级一样，还重伤，根本保护不了你。他张嘴咆哮：等我杀了他，让你知道骗我的代价。蛇忽然抬手，温柔抱紧我，身后轻拍：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他那双淡红树瞳妖异又柔和，下一秒，他如电光飞扑，巨蛇兽形现身，尾巴粗壮，每挥一下，扬起尘土，折断树枝。熊三庞大笨重，虽然耐打，却挡不住连环灵力攻势。熊三嘶吼挣扎，这臭蛇怎么忽然生4纹？难道是打架升级时受伤？生4纹的蛇是熊三的绝对克星，迅猛攻击，直至熊三气绝，蛇吐蛇，恢复半蛇半人形态。目光落我，顿了顿，小雌性，我叫蛇巴，比熊兽厉害，能保护你。我看他们激烈搏杀，电光火石间震撼无比。蛇巴问我：小雌性，跟我回洞穴，还是去部落？我都跟着。他醒来见我，怀疑是不是梦，本以为自己死定，没想到不但活着，还升到4纹。小雌性还守着他，伤好了，全是我努力的成果。他真的厉害，远胜部落巫医。我打哈欠，走吧，去你的洞穴，能遮风挡雨，困得快晕过去。这一熬，终于熬活了他。蛇巴勾唇抱我，走。很快到，我闭眼半睡，体验乘坐蛇师傅车的奇妙。小雌性，你名字呢？蛇巴问。昏迷中，他隐约听我喊爹，但还是想确认。江雪。我打哈欠，羽尖，他身带草木气息，意外清新。江雪。他唤4理解我骗熊兽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小雌性软软香香，皮肤嫩滑，他好喜欢，难怪兽人念着伴侣的重要。听他说，我不得不暗讽，只用2000积分灵药救他，没白费。这哪是流浪兽，乖巧温顺的很。我安心眯眼，蛇巴兽形上的文案是一条盘旋黑蛇，正好落我手腕，漂亮极了。有了兽纹，我感知它起落，也知道它心情。这时它心情大好，尾巴尖向螺旋桨旋转，满脑子是我愿和它结气。而且当他第1兽夫，还想跟我回洞穴，但若我想回部落，他也随我。到达崖壁洞穴时，蛇巴树瞳紧盯洞口，空气中嗅了嗅，发现洞穴被别的兽占了。他转头将我放在巨树上。江雪，你待这儿，我去收拾。我没问，点头坐下。片刻后，他驱走入侵者，匆忙清扫，丢弃不少东西，急匆匆回来接我。小雌性，外头危险，别被不长眼兽人欺负。单身兽嗅着味儿肯定来，抢你这么好又温柔的雌性。进了洞穴，我才知空无一物，只有一张石床，角落堆着厚兽皮。蛇巴有些尴尬，扒着尾巴靠近我，坐下。以前单独住，不懂女生爱什么，慢慢添置。你累多睡，明天打扫屋。你喜欢吃啥兽？我去练。我浅浅睡着，期待明天的新生活。精神头还算不错，不困。蛇巴的洞穴虽然简陋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没有异味，一看就是条爱干净的蛇。什么肉都行，但我要吃熟的。我毫不客气提了要求，我都救了他的命，福恩就是要图报，多提点意见没问题。蛇巴点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空气安静了一会儿，他斜眼偷偷看我，巴巴地问：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结契？现在契约只能维持3天，过了我就不是你的伴侣了。要是你不想和我结契咋办？我突然犯困，先睡会儿，
明天再说。说着打了个哈欠，躺上时床。我确实喜欢蛇疤的颜值，也馋剩下的4000积分，但这是太快了，还是先纠结一天。蛇疤尾巴间不停摇晃，轻轻扫过我，也不打扰我睡觉。是不是觉得我太没用了，后悔了？他垂头抱起角落兽皮，慢慢游出洞口。那一堆漂亮兽皮他留下，开始清洗晾晒，剩下的换成了别的东西，还有个小陶罐和一袋盐精。当他回来时，我已经睡着，蛇疤盘成一团，紧紧包裹住我，挡住洞外寒风。平时高冷禁欲的冷血蛇兽，此刻变软萌可爱小狗，不但当我坐骑，还心甘情愿捕猎最萌野兽，只为讨我欢心。清晨醒来，精神舒爽，竟然没腰酸背痛，完全不知道是蛇疤当晚当床垫子了。江雪醒了，饿吗？蛇疤盘尾坐旁，尾尖藏身后摇晃。今天捕到雌性最爱绵绵兽，江雪一定开心，说不定跟我结气呢。我点头，下去烤肉，我猎到了绵绵兽。他眼亮晶晶，等着我惊喜。我却不知道绵绵兽是啥，只当是小羊。洞外火堆很快架起，蛇疤不爱火，平时生吞，但我说要熟，他跑去借火种，撒了盐精。他扯条腿递给我，快尝尝。我看着有点焦黑的兽腿，心里打鼓，但不用自己打猎，一切都好说。扒开烤焦皮，大半个兽腿填饱肚子。我吃饱了。是不是我烤不好，你才吃一点？他没照顾女生，不懂食量，他自己都是吞一整头大兽才撑得住。挺好吃，要是不焦黑更好。我看得出他是首次烤肉，又怕火，整条蛇都想离火堆远远。那晚上我重新烤别的猎物。听我没嫌弃，他开心笑了。我去打扫洞穴，铺兽皮，晚上不冷。这回他细致打扫洞穴，连小石子都清理，铺满干净兽皮。我坐石床边，看他忙碌背影，决定坦白。我真的想要个浴桶和换洗衣物。换了件内里的小衣服，拿出洗漱用品。蛇疤看着突兀东西，有点迷惑。哪来的？这是啥？我严肃看他，巫术变的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他呆呆点头，盘尾坐好。巫术和巫医一样吗？差不多，只是要代价换取。看到他呆萌样，我继续忽悠。要是别人知道，我可命不保，能信你吗？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。蛇疤紧张抱我，你是我的伴侣，我保护你，代价啥？危险吗？不危险，放心。宿主真坏，忽悠这条单纯蛇。要不是系统突然冒出来，我都忘他了。都是为了我的小命，那骗他确实要用积分换的。那宿主什么时候正式节气？温馨提示：商城还有1天半关闭。我有点犹豫，才认识不久，没底。看着忙活的蛇疤，心里悄笑：宿主快点，不然契约过期，4000积分就没。正是节气，能抗寒，体质更好，有力活命。知道了。看着蛇疤，不再是简单小蛇，而是移动的4000积分宝库。江雪，晚上想吃啥？我去捕猎。勤劳蛇疤打扫完洞，又瞄我峨眉，捉到啥都行，快回来。好。蛇疤抿嘴笑，尾巴又狂摇。小雌性说让我早点回，不在，怕你想它。我看着摇晃尾巴尖，真想摸，惜距离远，摸摸你的尾巴呗。眼巴巴盯着墨色蛇尾，美目极了。要摸吗？蛇疤眼睛闪闪，期待闭尾巴，摸着尾巴。是不是该现在节气了？现在就节气吗？我愣住，手心凉凉，尾巴却忽然烫得厉害。我就摸一下尾巴，怎么就得节气了？摸个尾巴也得节气。蛇疤低头，眼神暗淡。冷血兽人的尾巴只有伴侣能摸，就像温血兽人的耳朵不能随便碰。摸尾巴就是想交尾的意思。因为我如果不和他结气，临时契约马上就断了。被提醒合同逼近期限，我咬紧嘴唇，心头很犹豫。江雪，你到底在担心啥？蛇疤有点不懂。我捕猎能力有保证，也能保护你，还很听话。难道是？他低头看尾巴，忽然变回了人形。江雪，我很大方，你不用担心。说完，他开始扯自己的兽皮裙，我心一惊，赶紧跳起来，一把抓住他已经松开的兽皮裙。等等，我不担心这个，你别随便脱衣服，快穿上，不然不和你节气了。好吧。他委屈的重新系好兽皮裙，也不知道哪里惹我不开心。我饿了，你快去打猎。我真怕他，打算先让他离开视线，给自己筑心理防线，早死早超生，为那4000积分。今晚我决定锁定蛇疤。好，那你别乱跑，等我回来。蛇疤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过会儿他拖来一头啊兽，我听到羊叫声，走到洞口，只见他把羊整理好，准备架火烤肉。我喊他蛇疤。他放下羊，转身瞬移出洞。怎么了？带我一起。我张开双臂挂到他身上。这个洞穴太高，我不方便。我拍了拍啊兽，这肉嫩，我给你烤。蛇疤满脸愧疚。火种灭了，我得重新去取火，等一下好吗？火种没保存好，山羊部落借来的火种早灭了，烤肉又得拖延。他真能养我这个小雌性。带我去抓食物，我有法力。他抱着我游进柴堆，以为我想玩闹。他知道我会巫术，但我变出来都是日用品，怎么能变火？我掏出打火机，点燃一把干草，塞进柴堆。蛇疤看傻了，这是什么神奇玩意？一按就冒火。江雪，你太厉害，像兽神使者。在兽人眼里，除了巫医，只有兽神使者能玩这种东西，就算更强大，也召唤不了火。烤肉，我教你。
我不想再吃烧糊的。我决定认真教蛇巴，万一以后想偷懒，也能吃香喷喷的肉。清洗羊肉后，我把它架上火烤，又从商城换了寿氏独有的葱姜，包进羊肚去腥。这调料简直逆天，一通操作花了44积分，但值了，还够用好多次，香味渐起。蛇巴第一次懂得烤肉能这么香，不仅肉香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我切了点肉，递给他尝，喜欢吗？好吃，舌头都麻了。香爆了！烧辣椒的羊肉让没尝过辣味的蛇巴彻底沦陷，他眼睛闪闪。江雪，你太厉害！吃过香烤肉，他忽然反应过来，雌性一般不用自己动手。江雪，你怎么会烤肉？是不是被部落欺负了？我跟他来了，也没提回部落。这么好小雌性，谁敢欺负我？一定得揪出那些兽人狠狠教训。看他一整头猎物吃完，肚子还瘪，我震惊，抬手戳他腹肌。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我消食，望着他。我想洗澡。夜晚凉爽，溪水不冰，洗澡不该生病。但天色已晚，水更凉。蛇巴犹豫，不愿意我洗澡。明天双日出来再洗如何？他怕我生病，很多雌性都是生病没活下的。不行，必须现在洗。我果断否决，我不想脏兮兮，今晚要节气，也要你洗干净。你不听话，是不是不想和我节气？我假装威胁，他立刻露出可怜模样，表忠心。我想节气，但他真是害怕我病倒。你不带我去，我自己偷偷去。话一出口，蛇巴认输。偷偷去更危险，万一呛水或者野兽袭击，我陪你。我先拿一堆洗漱品，又带块兽皮做浴巾，很快到溪边。你先洗，必须洗干净，否则不和你节气。蛇巴点头，偷偷看躲旁边的我。我长叹，不和他节气到底因何？想不明白，要怕受刑，肯定不会摸尾巴，也没给他烤肉，还跟他睡，这么矛盾。江雪，我洗干净了。他巴巴站水里，眼睛勾勾盯我。好，我应指自己的身子，不许偷看，懂吗？蛇巴低头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又绕回水里。我给你挡风，不偷看。然后他变成兽形，紧紧把我护在中间，一双树瞳警惕地扫视四周。我洗干净了，裹上兽皮，示意他收拾东西。蛇巴用兽皮袋收好物品，挂在尾巴上，接着伸手抱我。他凑近我的颈窝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顿时被我一巴掌扇飞。干嘛没你的味道吗？蛇巴委屈地吐槽，我不同意节气，却又不让他闻，是不是嫌弃他了？回到洞穴，我躺在石床上，看着他，终于下了决心。蛇巴，他回头，神色有些落寞，盘起尾巴问：江雪，今晚睡我身上吗？变成人形，我们节气。我没多说，主动靠去，吻了他。蛇巴被惊喜砸猛，眼神迷离温热，像那天一样，他瞬间变成人形，狰狞尖牙变成温柔小虎牙。但我被烫两下，脸色一变，完了，他忘了我有2个尾巴。蛇兽人都是这样。乖。蛇巴见我想逃，抓住手腕，欺身而上。你不喜欢吗？他说话温柔，和往常没两样。刚才那笑，肯定是我看错了。看着他诱惑的脸，我咬紧牙关，拼了！我抱着他的肩，一叶小舟在水面浮沉，他几乎热得不行。我有些嫌弃，耳边喘息逼人，嗓音沙哑。江雪，跟我节气后，别找别的兽人，我会杀了他。听这话，我才知道冷血兽人全这样，这温柔全是假象，根本是装的，骗我这个大傻瓜。怪不得说必须能压制冷血兽人的本性才能节气，控制不了就是连累自己。但这选择是我自己做的，成了事实，只能宠着他，毕竟他又不会杀我。好，真乖。蛇巴亲了我眉眼，心里暗喜，这次真抓对人了。梦里我听见系统提示音：叮，宿主与兽氏蛇兽人蛇巴节气成功，余下4000积分到账，请查收。天亮时，双日悬在天空，热得离谱。我缩在蛇巴怀里，感觉凉快极了。夏天有这么个人形空调，真是爽。系统说热季快结束，寒季马上来，得多准备物资了。兽是1年3季，热季、寒季、春季。热季5个月，春季4个月，寒季3个月。寒季是兽人发情季，因为门关着没事做，这个季节怀的孩子春季出生，几个月后能挺过寒季。像蛇兽人这类冬眠，春季生产，寒季前养好孩子。总之，兽是3个月能生个崽。听完，我脸色变了，完了，我做不到，我是人类，不同于兽人，体质强化也不够，3个月生崽，恐怕支持不了。这里没妇产科，我要是生孩子，命就没了，命最重要。要不买2片避孕药试试？蛇兽人生蛋怕是没那么危险。可翻商城，计生用品贵出10倍，跟灵药一样，买不起啊！兽是不生崽违法，竟然这样对我们，真可恶！算了，买不起就买不起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江雪，蛇巴抱着我蹭来蹭去，黏得不行，他用兽皮被子拉着，紧贴我心口。嘿嘿。兽印转移到心口，我很喜欢。之前在手腕上假寐的小黑蛇，这会儿也挪到我胸口，睁开双眸，直立着。我更习惯他现在装单纯善良的样子，前晚那种凶狠并交锋，虽然带感，但我扛不住。蛇巴，寒季你打算一直冬眠吗？我难以接受他整个冬天都睡觉没人陪伴。我有系统，不死冷不死，可无聊极了。会偶尔醒。蛇巴打滚撵我，寒季前我会备好食物和兽皮，你睡了别靠我，会受伤。他小心叮嘱，得了我，他不能离开洞穴去安全的睡，但被惊醒时可能反应不过来。我会本能反击，危险极了。知道了。
一会儿我出去狩猎，你乖乖等。他很想我，但寒季将至，准备工作刻不容缓。好，从早忙到黑，带回无数猎物，都火烤干，撕成干肉保存，还找了足够干柴，准备给我生火取暖。洞穴放不下，他凿了2个山洞，专门储物。蛇巴忙的尾巴甩不住，我不想再让他干别的，花积分换了桌椅柜子、浴桶和锅，甚至买了袋米。人生要过得美美的，不能亏待自己。一堆物资兑换，花了100积分，但余额充足，用得长久。夜晚降临，蛇巴终于完成全部任务，辛苦了。我笑着上前，给他一个大拥抱。蛇巴感受到，脸上满是幸福笑容，轻抚我发丝。不会，只要你一直陪着我。他很幸运遇到我，从此洞穴有人等他，爱他，关心他，心里温暖。我点头，靠入怀里，享受这份宁静与温暖。兽世果然比现代轻松多了，还有这么个养眼又听话的伴侣，爱情事业两手抓，鱼和熊掌都能要。早点休息吧，你累坏了。我心疼他整日忙碌，没好好休息。可蛇巴完全不在意，他觉得刚节气精神爽爆了，昨天才节气，今天就想睡。素的，这怎么行？我不累，江雪和我交尾巴。他凑过来亲我，见我偶尔抗拒，委屈的撒娇。不给我奖励吗？我今天很努力。我真是受不了他这种嘴脸，明知道他本性多冷血，这么一聊我还是上钩。冰凉的蛇尾绕上我脚踝，暧昧的抚弄着。不行，你先去洗澡。好。虽然不懂，我说了，他得洗干净，不然会害我生病。我钻进兽皮被子，直到感觉一抹冰凉贴上我背，一双手紧紧环住我的腰。江雪，蛇巴黏糊糊的叫着，冰冷的嘴唇在我耳后亲了又亲，尖牙忍不住冒出来，轻咬我耳垂，一只手滑入100，动作挑逗。我一颤，转身抱住蛇巴，捧起他的脸，含住他的唇，卷动着。这货长得真犯规，天天见也忍不住心动。每次被他戳中，我都庆幸当初救了他一命，否则哪会找到这样漂亮干净的小兽人。我想在上面。我反压蛇巴，脸微红，手开始探寻。你不可以动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他说的乖巧，还带点新奇。脖梗到胸前，一阵酥麻，蛇巴瞳孔颤抖。他想动，但我喜欢这样，下次也要试试，兴许我会更高兴。江雪，蛇巴眼角泛红，哼哼唧唧勾着我手指，食指紧扣，额头冒汗，脸上染着粉红。我说累了，那我来。他真的忍不住了，再憋下去非疯不可。天已朦胧，蛇巴又出门打猎了。之前简单揉制的兽皮已经能用，他一走，被窝立马热得喘不过气。我被热醒，想起系统，赶紧喊筒子，筒子，你在吗？我在。001打着哈欠，懒洋洋地挪出小黑屋。真冤枉，无缘无故关小黑屋，我啥秘密系统不能看，要开 SVIP。啥时候发布任务？我特别关心，积分和赚钱一样重要，不进积分，花起钱来总心慌。宿主，任务需要外出探索，碰上了自动发布，每个任务积分不同。001拖出数据椅，无所谓的躺下。最速赚钱，仍适合兽人节气。哦，我点头，如梦初醒，所以想靠自力更生赚积分，得变成榴莲，让每个尖尖上都站个人，只要花心，迟早称霸兽世。可惜我做不到，虽是现代人，但还挺专一。这会儿只喜欢蛇巴一人，脚踏两船，良心过不了，洞里待不住。蛇巴也没回来，洞穴高，没地方下去。我坐在崖壁边，长叹这高度真吓人。不过风景可不错，只是前方就没那么害怕。兽世空气极好，无尾气无废气，深吸一口肺都通透。忽然枝叶晃动，我还没反应，一只巨大的白虎从树丛跳出。我去，系统，那是兽人。我火速爬回洞穴躲起来，管他兽人还是猛兽，是好兽人，但宿主还是小心。洞穴高对我高，但这老虎2、3下就能爬上来，不知好坏。蛇巴又不在，先藏着最稳。我以为老虎路过，没想到是冲我来的。我去，巨虎堵在洞口，吓我急退几步，差点掉牙，石子掉落。我跌坐地上心惊，这要是摔下去，可能残废。小雌性，白虎张口吐人言，声音激昂。他见我害怕，立刻变人形，高大壮硕，比蛇巴更猛，腰间为白兽皮裙，眉目俊朗，五官锐利，完全是硬汉风。虽帅，但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，况且他莫名挡路，一点也不像好兽人。这是我家，你要做什么？恐惧中，我强撑着说：系统，怎么办？小刀能伤他吗？我唯一优势是能偷袭，要花20积分换把刀趁机捅他，恐怕难。001建议先观察，他是部落兽人，但可能被激怒。001无意打击我，但兽氏雄性从小处在危险环境，偷袭难成，反招怒火更危。小雌性，你是被蛇兽抢来的吧？别怕，我能保护你，你部落在的，我送你回家。虎元目光炽热，想救下我，盼我做他第一兽夫。我是白虎部落勇士虎元，不用怕。他远远嗅到香气，喜欢极了。部落雌性无疑比我漂亮。这就是我家，不用你救，伴侣马上回来。你再不走，我让他杀了你。我莫名其妙的威胁，谁会跑别人物色？说这种奇怪话。蛇巴怎么还不回来？往常这个时候他早该回来了，不会是出事儿了吧？我不怕。小雌性，虎元提起蛇巴，脸上闪过一丝烦躁。4文兽人我很强，蛇兽打不过我。你放心，之前部落围剿，那蛇兽伤得那么重，竟没死，还抢了个雌性。早知道该下死手，让他跑河里是错。不知小雌性被绑了多久，有没有受伤？虎元看我，见我害怕，怒火渐起。蛇兽该死，
一定虐我，把我吓成这样，连他这种好兽人靠近我都会怕。你别过来，不然我让蛇疤杀了你。我装很威慑，没想到虎元压根不怕，反而笃定我肯定被蛇兽威胁过。他回来了，我先带你离开。虎元一把捂住我嘴，抱着我飞快跳下崖壁。别怕，我先送你去狩猎队保护你。等我杀了他，以后他没机会伤你。他抱着我在林中狂奔，我咬破他的手，掏出闪得刺眼像石刀更锋利的东西，朝他刺去，仍没放手。他一把夺刀扔一边，摸摸我发顶安抚。我不会伤害你，小雌性别怕。我越反抗，他对蛇兽的恨越深。他很喜欢我，第一眼就被我吸引。我皮肤白净如云，声音温柔似幼崽，可我被蛇兽害成这样，精神不稳定。看着洞穴渐渐远去，我又无语又气，这人也太自信了，完全不听话，上来就绑架。虎元变回兽形，叼着我飞快前进。刚才捂嘴怕我叫引来蛇兽，看来我被吓坏。刷刷刷，林中剧烈抖动，像庞然大物奔跑，一个巨大黑色蛇头冒出，我心惊又期待。看到那淡红兽瞳，我心口处兽音亮了一下，是他，蛇疤。蛇疤，救我！我喊，心里暗喜，这下让蛇疤好好教训这讨厌的老虎。看他自信莫名，蛇疤回动，嗅到虎原味，他的江雪不见了。回想路上那些围追堵截的白虎兽人，恨不得灭了整个白虎部落。巨蛇哀鸣一声，嗖的冲进密林，顺着痕迹追去，追上了。他不敢乱动，江雪在虎原手里，乱动会伤他。见蛇疤来了，虎原着急，他不怕蛇疤，但小雌性在，他怕逼急蛇兽，伤害他。蛇兽冷血，根本不顾雌性安危。蛇疤追近，江雪从系统换把刀，狠狠扎向虎原下颚。离远怕被甩出去摔死，此刻甩了蛇疤能接住他。虎元吃痛却没放手，周围跳出5只3纹白虎，封死蛇疤退路。虎元知道几头狩猎队勇士和蛇疤硬拼，恐伤重甚至丧命，不过多了帮手，不怕蛇兽趁机害小雌性。他放下我，一声虎啸，2头白虎分别守在我旁。虎元转身冲向蛇疤，3个3纹兽人围攻1个4纹蛇兽，蛇疤生死未卜，我急得要死。这2头白虎拦着我，怎么办？破系统卖水果刀的，怎么还不能倒卖军火？真可恶！战场拉远，远处传来蛇兽悲鸣，我快哭了。忽然想到换把石刀抵喉咙，看那2个白虎吓得慌乱，我知道我的赌赢了。让开，不然我就自杀！威胁奏效，他们退开，甚至变成人形劝说我。小雌性，石刀危险，我们不是坏手，仅想保护你。左边变形的白虎比右边矮，肤色更黑。是啊是啊，我不听废话。头也不回就跑，蛇疤被4头白虎包围，他们轮换攻击，虽剩3头，打蛇疤也能添伤口。虎元嘶吼挥爪，蛇疤身上多几道血淋淋爪痕。蛇疤被困，见我冲他跑，喊：别过来，快走，危险！这些白虎兽人想抢他雌性，不会伤我，可若误入战场，命不保。住手！我拼命冲过去，看着他们一个个扑上蛇疤，血飞溅，心疼的不行。这是我花2000积分就回的大漂亮，这些兽人真可恶！见我不顾一切扑过来，蛇疤快疯了，拼尽力挥尾巴拍开白虎，冲我而来。不好，蛇兽疯了！虎元气炸，小雌性快跑！冷血蛇兽最小气，若对方抢雌性不敌，凝吞雌性也不会放过。蛇疤接近我，化成人形蛇尾模样，浑身带伤。他抱住我，按紧怀里。不怕，我来晚了。蛇疤，我看着他浑身伤痕，心疼炸了。这么多伤，都怪那些蠢白虎兽人，你疼吗？我忍不住问。不疼。他摇头，下次别再冲战场附近了，太危险。蛇疤抱着我，虎元这才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个狡猾蛇兽竟拿我做挡箭牌，看着虎元他们还想动手，我挣脱蛇疤，反抱住他，护着他的脑袋，气炸我了。如果只有虎元，蛇疤未必打不过，偏偏他们不讲武德，围攻他这么多人。你们再动手，我就连我一块杀了。耳朵被毛堵了吗？听不懂话。我一句狠话，吓得虎元定住，他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偏要保护蛇兽。一众白虎瞬间变人形。小雌性，你跟他一起会受伤的。虎元急切劝我，眼里满是心疼。雌性稀缺，每头兽人都在保护我，可我竟拿身体护一个冷血蛇兽。寒季快到了，他保护不了你。蛇兽冷血自私，你没有别的兽夫，寒季没得保，你会很危险。虎元还试图争取，他也是4纹兽人，不懂我为何死心塌地跟蛇疤。蛇疤低头抱我，唇角勾起邪魅一笑。他只要我一个，他不允许别人抢我。谁敢抢，杀了谁。小雌性，你听到了。虎元没想到他居然承认，是不是怕我因此恨他？解除契约，毕竟多数雌性希望多个兽夫同时保护。那又怎样？我喜欢他，少管我。我断然拒绝。系统早说冷血蛇兽小气，我明白。昨晚我也答应了他。况且要不是白虎这么乱，一个蛇疤就足够保护我。找那么多兽夫有什么用？谁防得住背叛？虎元咬牙，看我如此，他竟也有些动心。小雌性，寒季快来了，我实力不比蛇兽弱。你考虑一下我，答应和我一起，我们不会再对他下手，还能加入部落受保护。他是白虎兽人，冬天皮毛温度能帮我保暖。我讨厌你，绝不会和你结侣。我纯属记恨他伤蛇疤，更何况喜欢的只能是蛇疤。但他说的部落，我得考虑是否有合适选择。蛇疤，我们回家。我轻拍他肩，刻意避开伤口。蛇疤妖气十足，勾唇一笑。好。
回去给你上药，这么多伤肯定疼。不疼，很快就好。以后带我一起出去。好。两人身影渐远，但小雌性对蛇八的温柔，他们一字不落都听见了。其他白虎兽人不敢正视虎元，这是他第一次遭受这么绝情的拒绝，而且拒得毫不留情。为了一个流浪兽，虎元实力年轻，一辈翘楚，部落里的雌性都想嫁他，可他不喜欢那些雌性，嫌兽夫多。现在他主动求我，竟然被直接拒绝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虎元握拳，脸色铁青，看着身影消失，直至听不见我声音。他还是喜欢我，哪怕被拒也无妨。雄性被拒不过是小风波，若他比蛇兽更好，我迟早会回心转意。可我说讨厌他，真让他心碎。回部落吧。虎元变兽形，迈步奔走。既然带不走我，回去准备猎的雌性最爱兽肉再来，也让小雌性见识。他比蛇兽强多了，选他才对。我浑然不知，以为拒绝后虎元会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每天都能见他出现在我门口。蛇八，我压低声唤，一大早，蛇八不见踪影，洞外传来虎啸，地面颤动。说好带我一起出去狩猎，怎么偷偷跑了？我悄悄走到洞口，下方一蛇一虎激战正酣，我皱眉，伤口又裂开了，这次还在渗血，没用灵药。没想到虎元又来找茬，虎元嗖的跳开，刚才踩出大坑。他们同为4文，蛇八实力隐隐领先，因为他从小环境恶劣太多，继续打还是2败俱伤。我现身那一刻，蛇八停止缠斗，退到我身旁变人蛇形态。江雪，伤口又裂开。我看着红色绷带，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心底紧绷。我错了，别生气。蛇八低头哄我，凑近脸颊，冰凉感觉让我清醒。我斜眼盯着虎元，想放狠话，倒是虎元不在意，拿出猎物深情表白。小雌性，这是我捕的猎物，我很厉害。别理他。蛇八抱我紧紧，他杀不掉虎元，要是我喜欢虎元，要和他结侣，他也没办法。回家吧。我没理会他的话，拉着蛇八回洞，还特意挂了几张兽皮挡住洞口。我早就发现，无论我拒绝多少次，这些兽人都只听他们自己的想法。接着，我招手拿出药箱和干净的纱布，轻轻拆开蛇八的绷带，伤口周围皮肤红肿发炎，让我皱眉。我细心给他涂药，包扎好了伤口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我轻声叮嘱。老受伤不疼吗？他乖巧点头。我听你的。最后一点药也没浪费，我认真给他抹上。其实这些伤对4文兽人来说，几分钟就能恢复，可他故意留着，因为我会心疼，会帮他上药。江雪，饿了吗？我们去捕猎吧。他不想一直困在洞里，我知道过冬物资得多备些，他自己一顿能撑好久，不需要天天猎食，但我需要吃，否则会瘦，身体也会垮。他不想失去我，要照顾我。带我转转吧，随便抓点就行，不要冒险。我也想透透气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草药。我拿出系统的草木大纲，随手翻了2页，图案简洁，文字介绍详尽，告诉我哪里长，功能实用还是药用。这是什么？蛇八凑过来，好奇伸手摸了摸书页。这是书，上面文字记录很多知识，比如给你治伤的药材用哪种，什么吃的，什么不能吃。我尽力解释清楚，他突然收回手，不敢摸。巫医知识也是从上面学的吗？流浪兽像他没巫医帮忙，从没见过巫医怎么治病。只听说用草药能快复原，断骨能重新长，雌性生病也能治好。有巫医，雌性能活得更健康。算是。我点头。江雪真厉害。他黏糊糊地抱住我腰，脑袋贴肩膀，脸侧蹭了蹭。我笑笑，拍他头顶。有空教你认字，好让你也看懂。好。他乖巧答应，一双兽瞳闪闪发光。学会了有奖励吗？文字和医术很珍贵，我教他就已经是奖励了。但他更想知道我有多在乎他。兽人的伤疤是勋章，竞争对手没打趴他，会被嘲笑实力弱。可我心疼他受伤，轻轻给他吹气，怕他疼，一定很喜欢他。说不定以后他不会有讨厌的兄弟。他嘴角弯起。你要啥奖励？我揉乱他头发，语气温柔。学会了奖励亲亲，好不好？他眼尾带笑，特别满足。好。江雪真好，咱们出去吧。他单臂拖我，满意的摇尾游出洞口。等他实力提升，彻底断了虎元念头，我才不会看那只臭老虎。洞口没有虎元气息，只有3头猎物留着。看来虎元铁了心。江雪，吃我抓的猎物。这些不要。看我盯着猎物，他撇嘴，都是臭的，不要浪费，你吃吧。我知道他的心思，不想让我收那些礼物。兽市里送猎物是求偶的意思，我收了就是默认虎元追求。但蛇八不一样，他是雄性，吃了就吃了，不算我收了。他说完点头，支持这个主意。只要我不收虎元的东西，怎么处理都行。猎物先放着，先填饱我肚子最重要。江雪喜欢长耳兽吗？我抓来烤着吃，应该不错。长耳兽毛茸茸可爱，不大个，正好让江雪吃。喜欢。我眼睛一亮，点头。长耳兽就是兔子，麻辣兔肉很香，烤着加调料更是美味。林子里寒季临近，草木颜色暗淡不少，野兽踪迹也变少。我正留意能不能找到可食或药用植物，忽然脑袋里传来一道电铃声，紧接着系统声音响起：叮，交换系统001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好消息。我立刻问：你去哪儿了？什么好消息？怪不得系统最近不主动出现，总是我找才回复，像个人机。经过时空管理局决议，为保障宿主福利，特别开启一个存储空间。我眉头一挑，打开商城，空间竟然有大约50立方米。真的有空间？
居家旅行必备啊。我热了，但还是忍不住问：能保鲜吗？如果能保鲜，冬天里蛇巴不出去打猎，我也能吃点新鲜肉，不用浪费积分跟系统换。短时间能，大概1-2个月，时间久了就不行了。001背着手静静回复，老头样的系统在我脑海里晃悠，这可是他争取来的福利。愚蠢的宿主，跪地谢恩吧。我心想也不错，能保鲜一段时间就够用，这些东西我就很爽了。区区短板总能克服。可是系统紧接着警告我，宿主别急，多督促蛇巴升级才是头等大事。传闻6文以上兽人能得到兽神恩赐，获得5行之一异能。我震惊的差点从蛇巴身上跳下来，拍了他一巴掌，满脸难掩惊讶。江雪，你看到啥喜欢的？蛇巴迷茫望着四周的树草，完全不懂到底啥让我这么嗨。没看错了，别告诉别人我刚刚脱线。我回过神，歉意满满的看他，没事，小伤已经没疼了。他温声安慰，可突然察觉动静，抱着我爬上树。怎么了？我迷惑的坐在树杈上，估摸着有几十米，太高了。我抱紧蛇巴，闭着眼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嘘，别动，有落单凶兽路过，我去杀，别出声。他凑过来，轻轻亲我肩膀，不放过这个机会。这种凶兽跟一般野兽不同，体内藏着元精，它们凶猛残暴，通常成群在黑林游荡，从不出来。想狩猎它们，不是一般部落能搞定，猎回元精都得分1颗1颗。元精能提升兽人实力，是所有兽人梦寐以求的宝物。只要蛇巴吞了元精，下一次虎元肯定得死在他手下。你小心点。我压低声音，知道这种生物极其危险，担心它，虽不愿它去受伤，但兽人就得强大起来，不能再是脆皮小白兔。系统，凶兽是什么？危险吗？我忍不住问。凶兽体内藏有元精，能增强兽人实力。它通常成群在黑林活动，这只落单肯定是受了重伤逃出来了。001安慰我，蛇巴不出事，宿主别担心。那异能呢？多说说，我好奇兽神赐予的力量。兽氏大陆分高山、森林、海洋、草原、大漠5区，中央是黑林，凶兽栖息地，听着明显有界限。我摸下巴琢磨，每区都有6文以上兽人获得兽神恩赐，分别属金木水火土5行，蛇巴会是什么？木属性。我没弄明白，是每区异能力不同吗？不一定，5行是基础，还有衍生，比如水岩生成冰之类。突然一声凄厉吼叫，伴随地动山摇，树枝抖得快断，我屁股一紧，喊：我要掉下去了！抱紧树干，努力稳住身形。这么大动静，究竟是什么巨兽？我伸长脖子，透过树丛找寻，没留神背后黑云悄然扑来。宿主小心！001紧急尖叫，轰隆！一只满身夹鞘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，像滩肉泥。蛇巴迅速收回尾巴，利爪划开凶兽肚子，从心脏掏出半掌大的菱形元精。阳光下，元精光芒耀眼，血腥盖不住它的辉煌。他一口吞下，臂子闪耀兽瞳，4文臂膀顿时变5文，晋升速度惊人，但需磨练巩固。这次真幸运。碰上落单重伤凶兽，这下虎元想再抢我，没门了。正当蛇巴昂首挺胸准备接我，胸前兽印忽明忽暗，一阵心悸袭来。江雪，蛇巴目光一凛，迅速奔林间，顺着残留气味猎寻，还有雄性兽人气息，是白虎部落的兽人。此时我昏迷伏在一只飞奔的黑豹兽人背上，颠簸剧烈。我睁开眼，眼前一阵朦胧，接着又睡过去。虎啸震天，我被吵醒，嘴里苦涩，眼前的洞穴又简陋许多，没有系统里换来的桌椅，跟蛇巴最初的洞穴差不多，但多了药味和角落摆的陶罐。小雌性，你醒了。鲍默蹲在旁边，见我睁眼，一蹦一跳跑过来，乌黑眼睛亮晶晶，我吓一跳，往后仰，拼命呼唤系统。之前系统喊过一句注意安全，但我晕过去后就没消息了。小雌性，我是鲍默，这里是白虎部落，不用怕。鲍默见我害怕，扑通蹲回原位，憨厚笑着挠头，麦色皮肤，立体五官，挺帅的。巫医大人出去了，让我守着你，你终于醒了。巫医说只要醒了就没事。白虎部落，我皱眉，没细听鲍默说。我出去打猎，看见一条蛇想咬你，不小心害你昏倒。他有点愧疚，低下头说：对不起，幸亏巫医大人厉害，否则我真得出事。没事。我漫不经心应付，却总听见外头打斗声。宿主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吓死了。001拍拍胸口，哭腔瘫地上，差点被吓死，还被那该死的黑豹兽人害了，都怪这傻包子跑太快，害宿主受苦。他气呼呼指责鲍默，突然思想起啥，哎呀，蛇巴来了，刚才一直在外面，快和白虎部落要开战了。什么？我跳下石床，直奔门外。小雌性，你别冲了，外面危险！鲍默吓得大叫，却不敢硬拦我。雄性兽人力气大，怕一控制不好伤到我。我听到动静，肯定是我的兽夫来了。我甩一句，急着跑。慢点！鲍默追上。外头来了条蛇兽，找他的雌性。他突然想起我身上确实有蛇兽味道。是你的兽夫，如果他强迫你，你可以解除契约，他们部落勇士都会保护你。鲍默从没见过只有一兽夫的雌性，而且还是蛇兽。想想那些冷血兽人抢雌性的事，或许我被强迫了。虽然我身有蛇味，但未必是我自愿。他没有强迫我，是我自愿的，能带我过去吗？
我喘着气赶紧求助，路上没见到部落门口，怕跑错了方向。鲍默迟疑，但心里愧疚，是他害我摔下树。行，我带你。他变身，黑豹形态伏地，油亮毛发闪闪发光。现在我没心情赏猫，翻上他被催，他说快点。部落外，蛇巴一人被猛兽包围，白虎、花豹、灰狼各种兽族混杂。白虎部落混合多族，但白虎是主力和原始居民，其他兽人跟着雌性进来或单独加入。虎园那个老熟人带10几兽人封锁蛇巴，不让进门。把我的伴侣还我，我马上走。蛇巴冷声，满是杀气，是他大意，害我被抓，我心里乱极了，不知部落会不会虐待我。你的伴侣分明想抢我部落雌性。无知兽人厌恶怒视蛇巴，这些冷血兽人常来抢雌性，抢了也不护，没几个活得了多久，有的根本伤重死去。谁稀罕你们部落的雌性？我伴侣在你们这里，不还他，我就杀过去抢回来。蛇巴怒火中烧，白虎部落屡次抢我，他一离开就得被坑，结旅了。兽人们面面相觑，嗅到蛇巴深雌性味。鲍默刚带回受伤雌性，难道就是他伴侣？别听他胡说，哪有雌性肯跟蛇兽结旅？肯定是他抢走的。虎园阴沉山洞，坚信蛇巴威逼我，不敢求助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犹豫兽人瞬间铁了心。谁会喜欢蛇兽？杀了他，小雌性会留我们部落。虎园煽风点火，同时盯着蛇巴新进5纹兽印。臭蛇这几天走了大运，几天生5纹，闻说有新雌性加入，单身兽人全疯了。部落几百雄性，雌性不到30，就算每雌找10伴侣，也有单身等着。一雌性顶10雄性，雌性珍贵，新来的雌性代表他们能生崽了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鲍默忽然大喊：住手！众兽人不解，带点嫉妒，这兄弟没人喜欢，偏偏带个受伤雌性回来，还可能成第一个小雌性兽夫，到时候是第一个拥有自己的后代，他们只能靠后。江雪，蛇巴丁见我趴黑豹背上，见我没事松口气，鲍默停步，放下我，看我奔向蛇巴，知道我没说谎，这蛇对我很好，不管是抢还是怎样，我已经喜欢上它了。鲍默，你疯了？怎么能带雌性来这么危险？灰狼怒吼，仿佛要暴打一顿这个笨豹子。虎园脸色阴沉，无奈只能看着我回蛇巴怀。他打不过蛇兽，以前又得罪蛇巴，若出手肯定被杀。我扑进蛇巴怀，勾着脖颈，心安定下来。你来接我了。蛇巴拖我往上提，鼻尖蹭我脸。还好你没事。除了虎园和早知情的少数白虎兽人，其他兽人全是一脸懵。看着眼前这场面，大家好像都觉得我真喜欢这条蛇兽。难道他们冤枉蛇巴了？小雌性，蛇兽真的没有强迫你吗？灰狼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兽人的疑惑。我勾着蛇巴脖子，坐在他手臂上，姿态端正。蛇巴是我自己选的兽夫，他没强迫我，还有鲍默帮了我，谢谢你们关心。虎园冷笑，试图搅局。蛇兽诡计多端，肯定哄骗你，你们别信他。他苦心孤诣想留住我，这次失手了，以后怕是没机会了。只要蛇巴死了，我肯定是他优先争抢的对象。虎园的话激起了兽人们的注意，虽不再那么敌视蛇巴，但都盼着留下我，好让单身兽人多些机会。你还是留下吧，我们部落厉害兽人多，只有蛇兽护不了你。灰狼又劝我，是啊是啊，旁边兽人纷纷附和。我长得好看，白嫩娇柔，留在部落多好。鲍默不屑凑热闹，部落雌性看不上他，外面估计也不喜欢。那条蛇还是5纹兽人，怕挨打，他走到一旁趴着，腰间的手紧了紧，拖着我手臂。我觉察蛇巴的紧张，紧抱他脖子。不用了，我只要他一个，不想别的兽夫，也不准备马上加入部落。虽然部落安全，但我不喜欢这里，跟蛇巴一起外面生活更舒服。要加入也得仔细挑选。为什么？几个兽人惋惜地望着我，想听答案也不会勉强。你们大部分兽人不错，但有个人恶毒，竟然敢比我阿巴还坏，想骗你们欺负我阿巴。听我这话，蛇巴整颗心差点停跳，想直接抱我亲下。我说只要他，还夸他好。面对那么多兽人讲，这让他脸上表情柔和许多。虎园脸色变阴，这明显是在骂他。事情明了后，他们不再纠缠蛇巴，有伴侣的冷血兽人不会来抢雌性，所以蛇巴现在不算敌人，也少了危险。江雪，我们回家吧。蛇巴想起我一早没吃东西，肚子空空，怪他没照顾好，他不放心再捕猎，决定先回去煮肉粥，晚上多带点猎物填满储物间。好，我都饿了。我捧他脸亲一口，开心的不想理会虎园。这种人说2句，他当真我爱他，多交流反而坏事。踏上回家路，我稀奇盯着蛇巴臂膀上的5纹兽印。吃1颗元精就能升1级吗？所以元精特别珍贵。那凶兽长啥样？我没见过。我亮晶晶的眼神软化了他，他温柔说道：皮肤硬，捕杀难，群居很危险，短毛稀疏，长得像哞哞兽，但没绝。好丑！我绝对是颜控，怕鬼不怕没鬼，颜值决定耐心多寡。我靠他肩，头蹭着脖窝。你这几天能少出去打猎吗？家里食物够了。蛇巴想说要多准备，还怕睡着没照顾好我。再说天将寒，他也没多少准备时间，真要放纵吗？你冬眠我孤单，现在多陪我呗。我撒娇，他没招，抱着我轻叹。好，等我睡了，他再去猎。只是找猎物更难，出去得把洞口封好才安全。回到家，我缠着他陪休息，决意不让他出门。我有交易商城，不饿不冷，但一个人真无聊。他常晚归早出，醒来时空洞山洞让我害怕，毕竟身处野外。系统
蛇为什么要冬眠？我挂在蛇疤身上，满脸哀愁。我都选了它，喜欢它，也觉得它能保护我，不想找别人。蛇兽皮肤血液散热，保温差，冬眠储能，冬季猎物少，冬眠就省能量。001知道我想问，有无方法让蛇疤不冬眠？只要洞穴温度高，用兽皮挡住洞口生火，就能让它保持清醒。不冬眠会不会伤身体？不影响，等寒季过去，能早点生6纹兽人，冬眠自然免了。知道了方法，我拉着蛇疤挂上兽皮，多层保护，防风又保暖，还兑换大缸，准备冬天融雪用水。再次忙碌的蛇疤心终于落地，懒得做事的他都憋坏了，不久活就干完，坐时床边拈巴掌。江雪，我带你去摘果子。我看着他耷拉脑袋，心里忍不住笑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好，去摘果子吧。有事做，蛇疤立刻活过来，抱起我就像百米冲刺，生怕我反悔。毕竟白天我耳提面命，白日不许乱来，绝不允许交尾。眼看寒季快到了，果子少得可怜，枝头只挂几颗黄澄澄的果，看着像橘子。蛇疤一股脑摘光，装进兽皮袋递给我。江雪喜欢这酸酸甜甜的味儿吗？我拿一颗，一指节大小，剥开皮，香气浓郁，尝一口，7分甜3分酸，味道真不错。可这种果子现代时候我没见过，这叫什么？我问。橙黄果。蛇疤剥开一颗塞我嘴里。寒季前就只剩它们了，别的都被摘走或掉了，不能吃了。既然都出来了，那就在附近转转吧。我环顾四周没见水，心里想着今晚想吃鱼，那我们去小河边。蛇疤照例把我拖起，他之前还不懂鱼，我说多了他也明白，次兽就是鱼，我喜欢吃，处理后不腥。路过一丛草，我突然被吸引，怎么看那堆半人高的植物像姜？我并不爱吃生姜，但它去腥驱寒，寒季来还能做姜汤，能找到省积分。蛇疤，可以挖出那个给我吗？他没多问，直接刨出一株带泥的姜给我，我高兴坏了，想着一会儿烤鱼放点汁儿。这是什么？蛇疤眼睛亮了，又挖出几株装袋。姜能驱寒去腥。我看着地上多半片姜放进空间，点头。够了，记住这地方，下次还能来继续挖，让它们长大。筒子，能不能帮我标记位置？我舍不得这些姜。我心里谄媚的笑。可以。001冷冰冰的答，又换了风格。筒子，你最厉害了。我撒娇。001压低声音骄傲地说，我不管它怎么变，只要好说话就行。哗啦啦，水声越来越大，不是之前那缓缓小溪，水流急许多，上游还有瀑布，水花飞溅晶莹透亮，周围绿树成荫，难得美景。好漂亮啊！我喊出声，这儿小声话都听不清。水流急，鱼少。咱们一会儿找水流平缓地方捉鱼，这先玩会儿。蛇疤只是想带我看看，部落里长大的雌性没见过这些。虽然我厉害，不知哪部落的，肯定会喜欢。这么久他没问我部落，听我也不提，默认我不想回去。我从他怀里下来，牵他手去水边玩。以前天天上班，朝9晚5是梦，忙着加班或去加班路上，朋友约郊游饭局我都去不了，久了来往淡了，任何关系都靠时间维护。再好朋友持续被搁置，感情淡了。现在好了，不用上班，睡到自然醒，想出门有人陪，我玩得嗨，脑子一热竟跳进水里，吓得蛇疤差点心脏停，连系统都惊叫。江雪，宿主，看我没事。001抽出手帕擦不存在的眼泪，感叹太吓人了。我跳进去了，不怕，磕到哪？你没事吧？蛇疤抱我浮出水面，心都快停。我会游泳，你快放手，我想趁寒季来前多玩水。水已经凉了，再过几天恐怕结冰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蛇疤死活不放，拖我上岸，点火烤干衣服。刚出来玩没带多兽皮，只有一个兽皮袋，他自己也冷，无法给我取暖。我叹气，看着面前火堆，玩水权利被剥夺。别生气，热季来了我们再好好玩，现在冷会生病。蛇疤怕我不高兴，轻声解释，我不敢说其实挺凉快，怕他生气，外面也没地方换衣服，只能坐火边烤干。火烧起来了，咱们烤鱼吧。我去抓鱼，但不许我偷偷下水。蛇疤盯着我嘴唇，直到我点头才放心。他很快抓来几条鱼，熟练处理干净，用树枝串起来放火上烤。我把带的姜洗净，塞进鱼肚，鱼肉慢慢变金黄，香气四溢。我期待的看，迫不及待咬一口，鱼肉鲜嫩多汁，根本不腥，好吃。我满足的笑，你快尝尝。蛇疤见我开心，露出笑容。好，鱼去内脏已不腥，加姜后完全没腥味。吃饱了，把炭火骨头埋进土里，该回去了。路上逮了几头倒霉猎物，拖回家处理，没浪费一天。时光匆匆，兽市已白雪皑皑，一片银装。蛇疤懒洋洋窝我怀里，看着熊熊火堆打哈欠，洞里暖洋洋，火苗被微风轻摇，映出他尖细的瞳孔，火光映着他的脸，耀眼夺目。许久，江雪，蛇疤翻身，手攥我的腕子，冰凉透心。冷，我去添火。我腕上一紧，无奈看他，不是说蛇兽人发情在春季吗？怎么一到冬天，他就像妖精，半眯眼勾引我，每天看着都睡不醒，却仿佛精力无限。不许！蛇疤身子贴上来，整条蛇缠住我。天火也冷，那我灭火，你老实睡觉。我嘴角带笑，假装要挑火堆灭了他，让他整个寒季安分睡觉。不许！他哼哧变成人形，勾住我的手放在胸前。你摸摸我就不冷了。哎，我抽回手，捏住他的鼻子。你往哪儿放呢？
被我掐住鼻吸气。他抬头张口，眼尾微红，兽瞳闪着情意。我松手，忍不住咬牙。妖孽！蛇巴殷殷凑过来，笑着荡漾。乖乖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他知道我一点都招架不住，唇角轻扬，洞外风雪飘摇，洞内却是另一番巫山云雨。夜色中，一双羽翼遮天蔽日，从洞顶划过，久久盘旋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慢慢醒来，蛇巴睡得香，他身上沾着我的体温，不再那么冷。我伸懒腰，穿衣准备做点吃的。外面雪深，蛇巴不能出去，太冷，一出去就会困得睡过去，被冻死雪地里。我一个人也不敢乱跑。好兽人在外没问题，可恶兽人还是大威胁。江雪，蛇巴打滚醒来，裹着兽皮朝我涌来。怎么了？我回头，好香，是粥吗？他撑开兽皮，被我一起裹进怀里，下巴靠着脑袋，恨意满满。我困死了。困就睡，起来干嘛？倒地上我可拖不动你。想你。他说，揉着眼睛。你不在我睡不着。我无奈，任他抱着，给他盛碗热粥。先喝点，待会儿再睡。蛇巴半闭眼一口气喝完，蹭我怀里。江雪，陪我。我拍他的背。先放开我，我饿。他哼两声，亲我后乖乖坐旁边看我吃。韩季他整只手都提不起劲，想找出热窝抱着。他要是不能照顾我，我怕我会想找别人。我放下碗筷，他早忘穿秋水，滑到我身边抱我。等等，碗没洗。我抗议，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黏我，恨不得整天缠着我。我洗。蛇巴摇尾巴，凑到脖子里深吸。江雪，等等我。我推他脑袋。你不怕洗着洗着就趴下？不会，凉凉的。他收拾桌面，把兽皮披我身上，给我暖暖，我冷了。我攥被子，无奈。那你洗吧，别睡着。他打大哈欠，往缸里取水洗碗，冰凉水划过手背，刺骨寒。又哈欠一声，两滴泪挤出眼尾。洗完碗，他滋溜回被窝，一身寒气袭来。我皱眉，你身上好冷。我一直都冷。他眨眼，向后挪了挪，直到暖了些才靠过来。我问，寒季还有多久？洞口兽皮连挡风，过了几天，每到夜晚蛇巴格外活跃，双日落70次。他算计时间，这里没月年，按季和次数算，还得很久啊！我感觉骨头都快生锈，不能出去，闷死人了。江雪想出去玩，蛇巴闭眼感受。现在太冷，太阳照不到，等暖和些再玩。好吧。他缠着我食不闷，但我想出去，肯定是他整天睡，不能陪我。等你不困了，我们再出去。我想遛弯，但也惜命，总不能为玩命拼命，碰到危险他晕过去，后果难料。春天一来，又是新景象。正好，届时你带我去附近部落看看。我记起他说的集市，很想去。虽说卖的都不高科技，但异界第一个集市还是挺有趣。好，带江雪出去玩。他眯眼，声音慵懒。宅家日子一天复一日，快让我发霉。终于临近发霉前夕，双日高悬，阳光落下，满地冰雪未融。风雪停了，掀开兽皮，依旧凉，但无风无雪令人眼迷。阳光照身，带来一丝暖意。太阳出来了，我站洞口，裹着厚厚衣服，羽绒服打底，脚踏雪地靴。太阳出来了，寒季快过去。蛇巴懒洋洋游出洞口，阳光一出，他活力满满。虽冷，他能抵抗了。走吧，洞穴待久了，今儿太阳好，我们去逛逛。蛇巴单臂抱我，缓缓游入白雪世界。你真的不怕累吗？就在家休息不好吗？我看着蛇巴，心里真正担心他一会儿会倒下。放心吧。他拖着我在积雪里游走，这场雪下了很久才停，雪深得没过我小腿，要是自己走，鞋袜很快就湿透。我生在南方，没见过这么厚的雪，以前都是薄薄一层，下午就化成水了。江雪，喜欢大雪吗？蛇巴发现我一出来，眼睛就没离开积雪，像想扑进去似的。我回头一笑，喜欢，可别走远了，就在这附近玩。他点头，找了块大石头挥落上面的雪，然后把我放上去。别弄湿了，感冒就麻烦了。说完，他也爬上石头，阳光洒下来，虽然冷，但不再那么僵硬。他摊开尾巴晒着，黑色蛇尾上浮着水珠，都是刚才沾来的雪。我捏着小雪人，手掌冻得生疼，却舍不得放下。蛇巴也学着捏了个小雪团，用心雕琢。突然伸来一只冻红的手，给长耳兽。我看着他手里的 Q 版兔子，眼睛大大的，好可爱，你真厉害。他见我喜欢，笑得得意。江雪还喜欢什么？我挑眉，抱住他，喜欢你。这话出口，他明显兴奋，蛇尾摇得飞快。我也只喜欢江雪。他抱紧我，唇角忍不住笑。小蛇巴真会聊。玩够了雪，我捏捏他的手，手冰凉。咱们回去吧。好。忽然一声鹰啼划破长空，天空中一只巨鹰瞬间俯冲，锋利爪子张开，直指我。蛇巴立刻护我入怀，尾巴重重砸向鹰兽，鹰兽灵巧一躲，尾巴砸在雪地，扬起一阵雪花。若不是蛇巴反应快，我恐怕早被抓飞高空了。鹰兽的利爪专门猎食，这一爪下去小命难保。我紧抱着蛇巴腰，头埋得死死的，不敢看。是兽人吗？我颤声问。恶兽人。他眼神凌厉，树丛里满是杀气。恶兽人盯上雌性绝不会放手，不剿灭他春季肯定还会来。鹰兽盘旋头顶，找准机会带攻我。寒季鹰潭没人储粮，抢掠成常态，也顺带抓雌性。不过小部落都藏得深，雌性和食物都藏着。鹰兽以为无功而返，岂料路过我的领地，闻到了新的香气。这雌性声音温柔，绮丽无比，让敌人垂涎3尺。它绕着天空盘旋，不舍离去。听到蛇巴的话，我心头揪紧。兽人没有商量余地，只会不死不休。蛇巴察觉我害怕，轻声安慰：别怕，
我不会让你受伤。鹰兽对蛇巴虽不算大威胁，但毕竟它会飞，它不会战斗很吃亏，所以鹰兽还不敢轻举妄动。眼看僵持不下，它忽然飞走。蛇巴知道对方并未放弃，只是暂时离开，随时准备卷土重来。它走了，它抱起我，快速游回洞穴。季节快换，蛇巴精神越来越好，但附近恶兽人始终未除，成了心头大患。开春后，他不敢丢我一人，带我出门又危险，他把担心告诉我，期待我帮他出主意。我不同意。蛇巴认真的脸，语气也严重，他舍不得答应，那太危险。可他一直附近盯着更危险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护我一切顺利。我拉他胳膊，撒娇道，心里盼着快点解决恶兽人的威胁。不行，我不相信自己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江雪，别丢下我。他泪眼汪汪的望着我，是真害怕。如果被别的好兽人带走，他好找回来，但恶兽人不同，危险极大。他的锋利爪子轻轻一划，我都难逃一死。我不会丢下你，我还会设法加防护，绝对不会有事。可我怕一直被他盯着，我坚定心意，虽没说怕他担心。我知道每天夜里他忽然警惕醒来，都是他来了。我不想一直活在恐惧里。看到蛇巴犹豫，我乘胜追击，抱紧他。我保证不离开你，我还要和你好好活着过一辈子。犹豫许久，蛇巴终于妥协，回抱我，紧得像要把我塑进身体。好，多日不数，眼见最后一场雪停了，我推着蛇巴出门，嘴里念叨：快去快去，千万别磨蹭，我要吃最嫩的兽肉，今天抓不到绝不回来。我攥紧拳头，声音倔强。好，那你乖乖别乱跑。蛇巴强忍烦闷，转身摸了摸我的脸，他的目光温柔，却没多说，只低头在我唇边轻轻吻了一下。等我回来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快去快去。我看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，把手揣进兜里，摸了摸那包粉末。我买了一包昏睡粉，和系统早就商量好了，等恶兽人靠近，就用它让他昏迷。系统说的距离够近才有效，而对方警觉高就无效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这包，让对方睡一会儿。系统不行，我还有后手。蛇巴刚离开，洞穴上空忽然响起翅膀扑扇声，今天太安静了，静得连心跳都能听见。一只庞大的鹰直直落在洞口，我坐在床上，紧张到手心冒汗，心里真怕我扔偏了没起效果。兽人走进洞口，皱眉闻着空气里的厌恶味，可是看到我，嘴角还是忍不住扬起笑容。真漂亮。他眼中闪着贪婪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雌性，身材不壮不弱，刚好合他口味。你是谁？我强装镇定，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必须让他放松警惕，要么蛇巴偷袭不成功，要么我自保失败。小雌性，我守你很久了。他握紧拳头，盯着我的脸，咽了口水。做我雌性，跟我回家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要是乖乖听话，他会温柔些，不然非得让他吃苦头不可。想都别想，我叭叭叭说个不停，心里打鼓，怕他察觉不对劲，咬牙壮胆。我和蛇巴约定，他得走远点，才万无一失。可是蛇巴从没来得这么快过，他怕慢了一秒，我心爱的伴侣就惨了，胸口咚咚跳，像要跳出嗓子眼。他屏住呼吸，飞速赶来，正好堵住恶兽人与我在洞中。鹰兽见蛇巴回来，怒火冲天，他们俩合计害我，他恨得咬牙切齿。洞里太狭窄，他躲不开，优势也发挥不出来。眼神怨毒中闪过狠意，他扑向我，想挟持我做人质，逼蛇巴就范，不管谁死，他都要带走。我看着他那变成利爪的手，心慌意乱，但还是稳稳撒出手里粉末。蛇巴抓住瞬间，像闪电般扑过去，一口咬住兽人手臂，眼睛染上血色。他硬生生把对手拖出洞外。鹰兽感觉骨头碎裂疼痛，蛇巴下死手，想碎尸万段，而我竟然在这危急时刻还能扔药粉，真是奇迹。我心中默念，有药粉，有蛇巴，绝对没问题。宿主可以安心了。系统001也松了口气，蛇巴扭头一咬断恶兽人胳膊，鲜血洒地，吓我一跳。他见我吓到，严氏抱着恶兽往外游，不能在这杀他，流血让我害怕。鹰兽彻底崩溃，疼痛让他保持清醒，可下一秒却更困倦，提不起力气，连求饶话都张不开口。当蛇巴把恶兽人拖走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跪地把血污铲出去。蛇巴回来很快，简单洗了身上的血，看见我蹲地清理，嘴唇紧抿。江雪，他声音沙哑，怕自己刚才很近吓到我，但不愿被恶人影响我们的感情。他游过来，张开双臂抱我。江雪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不怕。你没事吧？我扔掉工具，握住他微凉的手。要是你伤了，我给你上药。我没事。他看到我依赖，放心了，摸摸我头，亲了下脸。我来处理江雪，多休息。解决了隐患，生活安宁许多。这天天气很好。江雪，今天有急事，想去吗？蛇巴扔下猎物问。去。我放下毛线毯子，新学的活，系统虽有现成卖，我还是喜欢自己打，过程消磨时间，还能搞花色搭配。那走吧。蛇巴提起大兽皮包，满满都是对物资的货物，一路来到食草部落，地上铺满兽皮垫，摊位琳琅满目，来集市的兽人多，猛兽部落的也不少。蛇巴抱着我一进村，许多食草兽人避让开，没人敢盯着我们看，原因蛇巴最清楚，他是冷血兽人，哪怕有伴侣也不招待，最多恶意减少好多，能和平共存就不错了。我一手勾着他脖子，四处打量各种摊位，兽皮兽肉，还有用兽牙羽毛做的饰品。摊前人来人往，是找伴侣讨欢心，还是追雌性的？热闹非凡。江雪喜欢啥跟我说。
蛇八提醒他平时少来集市，最多换点岩晶。这里的兽人们都不欢迎他闲逛，岩晶价格翻了2倍。蛇八不在意，顶多抢回来算了。高兴时交易，2倍价格没啥大不了。看看那个，放我下。我指着长耳兽人摊前的萝卜白菜，心里乐开花。蔬菜真不知道蛇八哪找来的。好，他放我下来，顺势牵起我的手往摊位走去。你好，这个要用什么换？我半弯着腰，指着小白菜问。系统的东西要用积分换，虽然不多，但我想攒着换灵药保命，能省就省。你好。摊主是个年轻的长耳兽人，灰色兽耳不停动。见我开口，他脸红起来，结巴道：兽皮、岩晶都能换，1张兽皮或者1小把岩晶都给你。蛇八见我盯着对方耳朵看，另一只手悄悄紧握我的手。江雪，我带了兽皮，想换直接说。说完，他抬眼，树瞳闪过寒光，那兽人顿时浑身毛发竖起，退了2步。我笑着看蛇八：你给我买吗？这么大方。你是我伴侣，连我都是你的，买点东西怕啥？他嘟嘴，说的跟我小气似的。那你买吧。我捏捏他手，示意别吓人。本来食草部落兽人就害怕蛇八，见他这副要吃人样，连兔耳都缩起来了。走，去前面看看。我挽着他胳膊往部落深处走。灰色长耳兽人见我们离开，才松口气。虽说小雌性美又温柔，身上还香，但这兽夫太下兽了。蛇兽最小气。他嘟囔，没和小雌性聊几句，蛇八就恨不得整死他。要他真追小雌性，恐怕明天土包多一个。我边走边说，别吓他们，蛇八小心惹众怒。蛇八语气平静，你喜欢他？红瞳里却划过哀伤和怒意。就该杀了那只讨厌的灰色长耳兽人。此时正百货的灰兔兽人打寒战。怎么春天还这么冷？我自然答，长耳兽嘛，毛茸茸的，谁不喜欢？蛇八停住，像卡在纠结里。我们身旁仿佛出现一个真空地带，除高等级猛兽兽人，其他都躲远。怎么了？我疑惑看他。江雪，你喜欢毛茸茸的兽人，为何却选我？他低头不敢看我，兽印就在心口。你平时那么宠我。他低声喃喃，满是难过，随后又装大度。要是你想找第2个，我能接受，只是不想是没用的食草兽人。你的意思是猛兽部落的兽人？我笑意中带调侃。如果你喜欢，他偏头避开我，眼底含泪。只能再要1个，这是底线。正好，要是有黑豹、白虎什么的，寒季你就暖和了。而且我外出，他能保护你。他自说自话，竟然自己说服自己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捧住他的脸，按压指尖。要哭了，你看错了。他嘴硬，眼神却快碎了。我没说想找别的兽夫，我见好就收。牵他继续走。听到这话，他终于肯往前。我说的喜欢，就像兽人喜欢吃肉、春季的花，还有漂亮饰品。我轻声哄着，蛇八果然听进去了。和喜欢我感情能一样吗？他手稍用力，怕听坏话。当然不一样，所以你别担心。我想起刚才买东西时，除了多看灰兔兽人耳朵2眼，啥也没想。蛇八肯定以为我盯着人看就是喜欢，我只是好奇他的耳朵。我又解释，蛇八彻底被哄好，他就知道江雪还是最喜欢他。呜呜！前面传来阵阵欢呼，一群兽人围着小广场，好像有好玩意。去看看卖啥？好奇心上线，我拉蛇八小跑到了人群边，杂乱讨论声听得糊涂。我抱你。蛇八俯身把我抱起，可周围兽人太高了，坐蛇八手臂上，我还看不到前面，还是看不见。我话刚落，蛇八握腰一把把我举肩上，单手扶稳。这样好了，他说。我惊呼，忙抓他手。太高了吧？放心，不会让你摔。蛇八安慰，我知道他反应快，怎么都稳稳的。半握他手定住身形，往前望。蛇八的头跟周围兽人差不多，肩上的我高出一大截，视野超棒。雌性，这儿居然有雌性！一兽人惊叫，看着不像食草部落的，而且还找了个蛇兽做伴侣。我刚以为嗅觉坏了，居然真有雌性。周围私语让我心跳加速。为什么雌性不能在这儿？很快我明白答案，不是不允许有雌性，台上卖的东西他们根本不买。专职卖货的白兔兽人走上中央，他老态龙钟，满脸皱纹，耳朵耷拉，没有年轻兽人的活力。嗨嗨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场下顿时安静。各位部落勇士，感谢你们来咱们集市。他笑着，眼中闪着希望。食草部落一直弱势，要不是猛兽部落时不时投元精帮忙，怕早就没了。今年还是老规矩，白虎部落先选，接着是巨狼、熊飞鹰、虎部落，按实力顺序依次上场。这几大猛兽部落实力强悍，白虎部落是最强，实力碾压，且有巫医加持。随后巨狼、熊、飞鹰和虎部落紧随其后。巨狼部落实力也很强，虽比白虎略逊。熊部落兽人皮厚肉糙，防御出众，但雌性少，很多雄兽为了找伴侣，会跟着雌性转到新部落。飞鹰部落的有一兽人身板单薄，翅膀受伤就废了。部落建在山崖，资源极度匮乏。虎部落原是白虎同族，后来分裂，族长去世，天灾恶兽袭击，族人凋零，只剩3个雌性。原来猛兽部落这么多。我做直
直轻抚蛇疤脸。食草部落根本排不上号，猛兽部落界限分明。露台上登场20个雌性，他们怯生生，瘦弱无力，状态差，应该是养不起，才卖到这里，总好过饿死，至少换点好处。白虎部落代表是我熟悉的虎元，他威风凛凛，走上高台，一圈踱步，眸光扫视众雌性，立刻引得众人眼前一亮。白虎是最强部落，兽人勇士自然一流。虎元变回人形，示意给他送元晶，一袋元晶里有9颗。这是部落这些年省下的心血，每年派勇士猎凶兽，最幸运那次也仅猎得4颗元晶，还折损1人，2颗留给勇士，剩1颗拿来买雌性。部落必须有雌性，元晶能慢慢猎，雌性一被抢走就得等几年。白虎一次出手9个雌性，剩下11人，由4个部落争抢。我叹息，连雌性都保不了的部落，卖雄性都没人要，一个雌性换1颗元晶，换来的是抵抗力和猛兽庇护，绝对划算买卖。虎元挑好人领回，40个勇士全队护送。他看见蛇疤和我，却无力招架，只能按任务办事。巨狼带走6个，熊2，飞鹰2，虎部落1个。除白虎和巨狼外，其他部落当场挑雄性交配，尽快解决单身，繁殖后代，保证部落延续。热闹散去，蛇疤抱我出来护着，飞快挤出人群。单身兽看着我都流口水了，太恶心。难道他们部落没雌性？怎么盯我看？我更讨厌那些赤裸裸的目光，有的直接掀起兽皮裙，毫无廉耻，真是完全接受不了他们这么秀肌肉。我只好把脸埋蛇疤脖窝，闭眼小声催他：快走快走！好，去别处逛。蛇疤笑了，抱得我心安。一群野蛮兽，我才不喜欢他们，我只喜欢他。哼，好了。他走出围圈，语气柔和：没人跟来。我松口气，把头靠肩，整个人软塌塌。我想吃甜的。一辈子没见过这么乱的场面，恶心的慌。好，他摸头，我带你去找甜浆。我以为是果汁，直到他拿出蜂巢、蜂蜜，我眼睛亮起，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蜂蜜水味道好，胜白水108000里。我舍不得用积分买蜂蜜，寿氏蜂蜜1小勺就2个积分，泡杯水。现代人工蜂蜜20积分也只能泡几次，天天喝简直奢侈。但姨妈巾是必需品，20积分绝不眨眼。蜜糖只是解馋，没必要多花，钱得花刀刃，积分也得攒着换灵药。哪天发达了才奢侈一把。摊主是棕熊兽人，个头比普通兽人高壮2倍，他拍胸脯自豪：这是雌性最爱。讨伴侣欢心绝佳甜浆，能抢到丰兽尾针的甜浆，可不是一般兽人敢碰，只有雄兽人才行。雌性爱甜浆，也专挑雄兽人做伴侣。他虽然只是3文兽人，但靠甜浆，雌性给他生了一窝崽子。只是最近阿柔新找了兽夫，不跟他交配了。不过只要我换来点新鲜的甜浆，阿柔肯定又会喜欢我，继续和我配对。想用什么交换？蛇疤见我盯着甜浆整条蛇，精神一振，棕熊兽人直接指向我手腕上的手链。我要这串石头，给你们一个蜂巢换。他早就盯上我这串手链了，阳光一照，闪闪发光。阿柔肯定喜欢，不然怎么可能轻易放甜浆让我们尝？蛇疤皱眉，那雄兽要别的我都能答应，偏偏是我手上的饰品。之前他也没见过这种饰品，肯定很珍贵。而甜浆还能弄给我，就不必换这种东西。我低头扫眼手链，其实就是玻璃做的，不值钱，不过好看，所以戴着。换出去我不心疼，但兽市里这手链算好东西，用1蜂巢换它，我不乐意。2个蜂巢。见我犹豫，熊兽人先主动加码。他敢打赌阿柔必定喜欢这串石头，只要得到它，阿柔一定会重新和他交配。不换。蛇疤拉着我断然拒绝。江雪，甜浆我能找来，不用去换那个。我有些动心，但想到蛇疤不如熊兽人皮糙肉厚，万一被蜜蜂蛰了还是疼，摇头回握蛇疤的手。没事，我现在就想要甜浆。说完便摘下手腕上的玻璃手链。3个蜂巢，不然不换。好。熊兽人马上答应，生怕我反悔。麻利准备交换物品，甜浆他还能找，但这么漂亮的石头男女，东西是我自己的，想换蛇疤不阻拦，只帮我拎着东西，单臂抱紧我。江雪，这串石头在哪儿找到的？我帮你再找一串。不用了，我觉得3个蜂巢换这条手链很划算。就算天天喝蜂蜜水，也够喝好久。要是在系统里买，这么多蜂蜜得几千积分，而这串破手链破20积分，我赚大了。拿到宝贝，熊兽人一溜烟跑了。他站洞口，听洞里呻吟喘息声，苦笑坐地。又是那头臭狼，阿柔跟那狼结了侣，每晚睡一块，把他赶出去。可他只是3文兽人，打不过那臭狼，不然阿柔怎会更喜欢那狼？这下好了，带了漂亮东西回来，阿柔肯定更喜欢他。而此时，蛇疤正抱着我往家走，路上遇到带雌性回部落的巨狼部落，雌性娇贵，怎么能不眠不休赶路？正值双日当空，雌性们该饿了。巨狼部落找了合适地点，派10勇士去猎食，剩下守护雌性。蛇疤戒备抱紧我。巨狼部落和白虎实力相当，但仍有兽人没伴侣。我感到蛇疤手紧了，疑惑问：怎么了？别抬头。他尾巴提着包，一手按我怀里。我这么好看又温柔，要是被盯上……等等。巨狼部落领头兽人挡蛇疤，灰黑狼兽，毛发柔顺，明显打理得体。蛇疤皱眉，我也以为要麻烦。什么事？蛇疤忍住性子，为了我安全不想打架，铁了心制止冲突。狼灵友善一笑：食草部落交易，雌性消息被恶兽人知道了，
这附近很危险，你一个兽人护不住雌性。宿主，这狼兽说的对，恶兽人会分散埋伏，跟我们一起行动才安全。001建议不冒险，食草部落卖雌性不秘密，恶兽人时刻觊觎，雌性被抢就绝路。他不喜欢冷血兽人，尤其是自私的蛇兽，为独占不顾雌性需求，即使讨厌眼前的蛇兽，也不愿看到蛇兽伴侣落恶兽手，遭折磨。我叫狼奔。你可以带着伴侣和我们同行，遇恶兽也安全。狼岳福一旁翻白眼，领队大发善心，他不信，觉得图谋不轨，他干脆不理，毕竟不是他的雌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知道恶兽凶险，不想蛇巴受伤，连忙应允。各部落都爱护雌性，最危险是恶兽人。蛇巴思索片刻，也觉得跟巨狼走没坏处。我们洞穴还有半天路，遇恶兽多了，他打得过也保不住我。更关键的是，恶兽数量不巨，分批埋伏，主动袭击。有巨狼部落护着不同，他们保护本部雌性，不会坐视不管。而且我更喜欢巨狼部落，白虎部落实在想抢我，虎猿又是图躲我，还有好多账没算。蛇巴抱我在巨狼附近休整，掏出肉干给我垫垫肚子。被巨狼包围保护的雌性也胆大，巨狼部落的雌性看见蛇巴也不害怕，反而凑过来和我搭话。她是个貌美的年轻雌性，脸长得很可爱，大大地杏眼，小巧的琼鼻，身上穿着兔皮缝制的兽皮裙，就是有些瘦。你好，我叫朵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友好打招呼，悄悄打量着我和蛇巴，皮肤白皙细腻，像云朵一样，看着温柔极了。可我心里却纳闷，他为什么会选蛇兽人当兽夫？你好，你可以叫我江雪。我没拒绝他的善意，笑着回他，得到回应。朵儿大大方方地走出包围圈，径直坐我身边。你长得好漂亮，比我兽母还美。朵儿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我脸颊，谢谢，你也很漂亮。我笑着回应。我能问问你为什么选蛇兽人做伴侣吗？他忍不住好奇，低声问：是不是他抢了你？每到春季，流浪兽和恶兽人都来抢雌性。我长那么好看，随便哪个雄性都愿意，有必要只选蛇兽吗？说着，他还偷偷瞥了眼守在一旁的蛇巴，怕他听见。可是我发现所有雄性都听见了，毕竟他们还得捕猎，耳朵特灵。没有，是他长得好看。我简单回他。朵儿愣了愣，随即点头，确实长得挺好看，漂亮又怎样？他不理解，雄性要的是实力，要能照顾好雌性，单凭外表只能让心情好一点罢了。他以为我选蛇兽人是因为他厉害，毕竟五纹兽人不简单。他只知道巨狼部落少族长是五纹兽人，没见过蛇巴。我笑了笑，我只喜欢长得好看的兽人。说起好看，朵儿凑近我耳边悄声说：我觉得那个银白色狼兽的兽型够帅。他指着旁边假寐的狼兽人，听说他叫狼月，是四纹兽人了。你喜欢他？我问。他是四纹兽人，兽型好看，寒季里还能给我暖和。朵儿轻叹，可惜看着懒洋洋，不知道强不强。四纹兽人捕猎应该没问题吧？我嚼着蛇巴递给我的肉干，自然说：我不是说捕猎。朵儿娇嗲地拍了拍我手，脸微红，是交配。嗨嗨咳，我惊得差点被肉干噎住，我还以为朵纯洁，没想到这兽食也有。小黄花，慢点吃。蛇巴递给我专用竹筒杯，不忘顺了顺我的背。狼月身边的兽人听到有雌性喜欢他，个个嫉妒，还没回部落呢，雌性就看上狼月了，只因为他比自己白。虽然护送兽人大多得到雌性青睐，能快捷旅，但狼月整天懒洋洋，哪有他们强壮？狼月听到风声，掀开眼皮看了看朵唇角，难以察觉的笑了笑，继续假寐。你怎么了，江雪？朵疑惑看我，不懂我怎么被食物呛到。没事，我不好意思再提，轻推蛇巴示意他离开。你过去一点。蛇巴眨眼，凑更近，把头搁我肩上。他知道我最害羞了，不仅洞穴挂帘挡着，也不许他在外面和我交尾。他小声说：可我过去也听得到。我长嘶一声，捏着他手用力点，心里尴尬极了。算了，就当没听见，反正不是我说的。我这种替人尴尬的毛病得改改。兽食开放，布裸奔算我没素质。这时，巨狼部落打猎小队拖着2头猎物回来，剥了皮，架火上烤。我先回去了，江雪有空来巨狼部落找我玩。朵儿笑着说：原部落实力不够，烤一次肉得很久。今天2头猎物，足足有得吃了。巨狼部落果然第2强大，看来我的日子能顺些。好，再见。朵儿走后，我靠在蛇巴怀里仰头躺下。江雪，睡会儿吧。蛇巴知道我喜欢午睡，温柔接我，让我躺他身上。虽然不如实床舒服，但有巨狼兽人守着，我能安心。朵儿找了干净的趴着，狼月打滚滚到他身边。虽知道狼月不会伤他，朵儿还是吓一跳。一抬手，狼推竟搭在他腿上。我远远瞧着，暗叹心机狼。刚才谈话他们肯定听得一清二楚。朵儿心里高兴，摸摸狼月银白长毛，见他闪闪烁耳，也揉了揉。狼月吐几口气，起身驮着朵儿往密林跑，但担心恶兽人，他们没跑远，所以我抬手捂住蛇巴耳朵，无奈摇头。兽是真开放，打野战还这么近人，连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至于为啥捂蛇巴耳朵不捂自己，当然是这家伙躁动不已，再这么下去怕他丧失理智。蛇巴尾巴缠着我脚踝轻蹭，一双树瞳柔情似水。江雪，他发情期原本是在春季，不过寒季里洞穴暖和，他发情期提前了。听着四周动静，他也开始躁动。不许，回去再说。
我厉声阻止，蛇巴委屈的撅嘴，只能乖乖抱我。一对对野鸳鸯炸出来好多新情侣，巨狼部落的几个兽人撒娇打滚，逗得雌性心花怒放。他们急匆匆跟着雌性跑向草丛，耳边此起彼伏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想翻白眼。我捏了捏蛇巴脸，咱换个安静点的地方休息，不要走太远。为了安全，离不开部落太远，可离近了又总听到这些骚动。好，蛇巴抱着我朝没人方向走去，终于安静，脑子也清静了。烤肉香气四溢，方才离席的兽人和雌性们满脸满足返回，肉是整头猎物烤的，外焦里生，血迹斑斑。我吃不了这口，但对刚离开食草部落的他们，这简直顶级美味。树丛里安静的出奇，我正睡着，蛇巴忽然猛地起身。怎么了？我惊醒，轻抱着他脖子，心里紧张。有恶兽人来了。他兽瞳闪过一丝犹豫，随即紧紧抱着我往部落营地赶去。他一个蛇兽对付不了那么多恶兽人，营地里雄性们警惕戒备，唯独雌性们还在欢快吃肉，热聊刚才劫旅的感受，根本没察觉危机临近。忽然一声虎吼划破寂静，巨大的身影从树丛中涌出，上的寒季他们没抢到足够雌性，抢来的也都死了。这次听说食草部落交易雌性消息，找了盟友一举歼灭。巨狼兽人们人声皱眉，看来是有别的部落的雌性被抢了。雌性们吓得缩成一团，不敢出声。部落里早有警告恶兽人的凶残，30头巨狼组成包围圈，将雌性护在中央。蛇巴摸摸我头发，把我也放中间，他自己则守外缘。今年恶兽人越来越狠，被抢的雌性撑不过10几个日月，想保我安全，他一人绝对不够。最好的办法是加入部落，部落里有许多兽人轮流打猎巡逻，守护大家。蛇巴打猎时，我也不会无聊孤单。唯一坏处是，加入部落后，我可能会像其他雌性一样有好多兽夫，他控制不了。兽人绕着保护圈踱步，蝎兽人、脸上带疤的虎兽人、瘸了一条腿的狼兽人，10几个兽人聚在一起，数量不敌巨狼兽人，但实力更强，手段阴狠，不怕死。他们若败，雌性必被夺走虐杀。想到这儿，巨狼兽人愤怒怒吼：这么多雌性，够咱们发泄好一阵了。蝎兽人眼神阴沉，盯着圈里雌性甩尾巴。哟，难得碰上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小雌性。虎兽人大笑，脸上的疤看着狰狞。早点干完，快回家。跛脚狼咧嘴笑，其余兽人也跟着嚷嚷。嗷呜！狼嚎激起巨狼兽人气势，留部分兽人守护雌性，余下冲向恶兽人。蛇巴尾巴重击，一下断了狼兽的腰。那狼兽腰马杆撞，此击致命，吐血瘫倒。之前他虽瘸腿，捕猎稳妥，还能抢雌性取乐，但断腰后成为废兽，恐怕活不了多久。这蛇太毒了，手段狠绝，都是那只臭老虎的错。要不是他要抢巨狼部落的雌性，怎么会落得残废？那虎兽颤抖着吐血，眼中尽是怨恨，才上场就死，只能怪自己太弱。战场尘土飞扬，嘶吼震天。巨狼兽人虽受伤，却越战越勇，即使盟友倒下，也无所畏惧。兽人本就孤胆行事，临时联盟只为利益，抓到雌性大家共享，多死几个伙伴才好。蛇巴身上被虎兽爪留几道伤，几只狼兽毛发皆飞，鲜血四溅。要不是他躲得快，手脚估计被咬断了。眼看先遣兽人将近力竭，后续兽人紧急顶上，换下伤者，局势稍有好转。我被雌性紧紧围住，朵儿死死抱着我腰不放。蛇巴再次受伤，我心头越发沉重。雄兽自愈力强，可我还是担心，生怕伤到眼睛。朵儿不敢抬头，怕看见狼月受伤。他们刚劫旅，这兽夫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别怕，一定没事。我拍背安慰，虽然我自己也害怕。畏缩间，巨大的黑熊突然冲出密林，雌性们吓得散开，纷纷躲向巨狼兽人身边求保护。所有人都跑光了，只有我身上挂着朵儿，根本躲不开。眼见着巨熊冲过来，我差点连遗言都想好了。不过还好，那些受伤的巨狼兽人没死，接连跳出来挡住了黑熊兽人。我连拖带拽，才把朵儿这个大活宝拉到安全地带。快去找你们部落的兽人，那边安全。我甩了句，也是在甩掉累赘。好。他答应着，刚想松口气，谁知身后一阵腥风扑来，巨兽一口就把我们叼走，连救命呼喊都没来得及。哇啊！朵儿紧闭双眼，乱抱着我，浑身颤抖。颠簸许久，我们被猛地吐出，滚了2圈。呸！我吐了2口草屑，掌心磨破。刚才摔得真惨。朵儿哭唧唧扒拉着我，救命！江雪救我！又怕声音大惹怒了兽人，只敢小声求救。可就在一只巨大的白色兽爪落在我们之间时，他吓得缩回一边，噤声了。我扶着被石头顶得生疼的腰，艰难坐起。自从穿越兽市和蛇巴结旅，我连摔一跤都没过。谁知这会落草地被石子割成这样了。我抬头看向那个把我和朵儿掳走的白狐兽人，总觉得他似曾相识，嘴边还有道狰狞伤疤。哇，瞧，他笑着绕我踱步，根本不理朵儿。他的目标只有我。旁边这丫头是谁？他根本不在乎。原来是你。我冷哼一声，朵儿见他不理他，也缩回一边，像只安静的小鸡。虎猿硕大的头凑近我嗅了嗅，淡金色的眼里满是嫉恨。蛇兽，又是蛇兽。他利爪深深抓进土壤，眯眼后退半步。那么多恶兽人，他死定了。是我救了你。我白眼一翻，然后呢？要我感激涕零吗？根本没到死局。巨狼部落的兽人有力气一战，即便不敌，蛇巴也能带我逃走，哪里用得着你这个半吊子白虎兽人？更何况黑熊突然出现，刻意驱散雌性，你出现的也太巧了，怎么看都像同伙。
很可能那帮恶兽人就是你引来的。我真搞不懂，自己明明没那么魅力，竟引来一个兽人为我算计这么多。你得和我结侣，以后我保护你。虎元变回人形，蹲下认真盯着我。我知道蛇兽不让你找其他兽夫，他一向小气，但你一定喜欢我。我皱眉，谁说我喜欢你？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我都说讨厌你了。江雪，你不该怕蛇兽，我会保护你，他伤害不了你。虎元感动自己没完没了，他不惜设计和恶兽人合作，杀了蛇疤，甚至抛弃部落护送雌性队伍独行。我和你不熟，江雪不是你该叫的。蛇疤从没伤过我，我是选择他的，我不会喜欢你。就算蛇疤死了，我只怕他误会自己，但没想到他脑补的天花乱坠，根本不听解释，简直像脑子坏了。而且我真讨厌虎元这样的兽人，他真喜欢我，为什么不直接和蛇疤决斗，反倒背地里下黑手，不顾我安危，也不顾其他雌性？我不信他不知道啊！兽人得逞后那些雌性会有多悲惨。虎元盯我许久，没再说话，心里恼火极了。他自幼之兽人职责是守护雌性，可多年他是部落最强勇士，不少雌性示好他，如今他主动追求我，我却为了个恶心蛇兽拒绝他，甚至骂他。看他眸色渐深，我紧抿嘴巴，思考对策。系统帮不了大忙，用小刀攻击虎元根本毫无用处，还可能激怒他。此时他戒备心强，系统应对无力。我注意虎元状态不妙，得先和系统换一包迷药，肯定派得上用场。没事，你拒绝我，肯定是因为不了解我。虎元露齿一笑，目光阴沉。我虽没蛇兽等级高，但能照顾你，我也很强。说完，他攥住我手腕，站起身，拖我往旁边山缝走去。我来不及反抗，手被束缚，没机会撒迷药。朵儿见我被拖走，急忙站起身跟去。我们俩加起来根本不是虎兽人的对手，只能等狼月和我的兽夫们来救我们。虎元本打算护送雌性回部落，但巡逻时撞上恶兽人，在山缝那头发现了好东西。我不愿主动和他结侣，他主动也一样，我很心软。他知道，否则我不会和那个蛇兽结侣，还对他那么好，那么温柔。只要结了契约，我肯定不会解除。就算蛇兽侥幸活着，他也只能当第二兽夫。蛇兽死了最好，这样他是唯一的兽夫，也是第一兽夫。我会像对待蛇兽那样对他，温柔微笑，关心他的伤，甚至超过了蛇兽。我被拖着，手腕被攥得通红，皮肤火辣辣的疼。虎元一甩手，我再次跌坐地上。不过这次被花海包围，疼痛没那么厉害。空气中弥漫呛鼻气味，我咳嗽2声，眼眶湿润。直觉告诉我，这绝非好东西。虎元绝对没好心。系统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幼情花，建议远离，别吸花粉。001这时再度出现，哪怕我没当守身如玉，也不想便宜虎元。想到这，我就浑身起反感。看他抱着手臂，悠哉悠哉的等我中招，一切尽在掌握。江雪，你不喜欢花，雌性都喜欢了，闻闻多香。我捂住口鼻，眉头紧锁，不喜欢。偷偷掏出药粉，正要扔，却被虎元挑眉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现在不喜欢没关系，等会儿你会喜欢。他控制住我挡在口鼻的手，我挣扎，迷药散开却没效果，毕竟他没吸进去。忽然身体渐渐发烫，心底升起奇怪渴望。我又不是小姑娘，心里明白这信号意味着什么。见我眼神迷离，面色绯红，虎元露出得意笑。他撕掉身上兽皮裙，压住我滚进花丛。他自己也没避开花粉，早忍不住了。身上的兽皮很特别，喷溅的力量竟撕开大口子，露出白皙肩膀。他低头嗅我颈窝，极度消散，马上用他气息替换蛇兽味。我乖顺的躺着，从没反抗。先前嘴上说拒绝的架势，现在全没了。明显喜欢他，一双玉臂环住他的脖颈。虎元金色瞳孔满是兴奋，正要更进一步，忽然一把刀猛然刺入他后背，刀锋深扎。虎元恼怒地捏住我脸，差点刀就刺破心脏，他差点死在我手中。他完全没察觉我藏有武器，刀怎么突然出现，还伤到了他。你这恶毒雌性，想杀我！虎元怒气冲天，花粉效用不小，他痛苦难受，但誓死要得到我。就算我事后解除契约杀他，他也要拖我一起去死。滚开！我恶心的发抖，趁乱狠狠一巴掌扇过去，手还掺着花草土，抓起药粉狠狠撒出。可惜虎元躲得快，药粉吸得少，根本不起作用。宿主，有人来了！001焦急提醒，我没杀死虎元，他肯定恼羞成怒。忽然一道银白身影飞扑过去，狼和虎顿时在花海激烈厮杀，花粉漫天，花海被薅成秃地。我颤抖着从商城换出一条兽皮，裹住自己，实在没力气了。江雪，朵儿小跑过来，帮我拉好兽皮，轻声安抚。狼月来了，他扶我起来，走，我们去安全的地方等，你的兽夫肯定快到了。狼月和虎元同是斯文兽人，不过狼月刚经历大战，稍显落风。他刚在部落换了位置，发现自己雌性不见，没来得及休息就赶来。没想到蛇兽人的雌性也在这里，也不知他摆脱恶兽人末，蛇疤赶来，见我脸红无力，靠在朵儿怀里，他面色微变，立刻接过我，揭开兽皮检查。江雪有伤没？见我手腕红肿，擦伤，心疼的要命。他一向舍不得我受半点伤，那个该死的虎兽人，自己得好好整治。我额头贴着蛇疤肩膀，泪眼朦胧，我好难受。我很快回来。他轻抚我脸，让我靠回朵怀，帮我照顾他。那个虎兽人绝不能再留。
今天必须杀了他。蛇疤来了，狼月自然退到一边。兽人与雌性用幼情花增情不少，但都得双方同意。虎元这样恶意胁迫，简直和恶兽人无异。蛇疤气坏了，一想到我身上的伤就怒不可遏。那个虎兽人竟敢逼我，他的攻势很辣，每招直指虎元残废。虎元倒地，双腿折断，临死还死死盯着我。蛇疤一招了结，匆匆回到我身边，怀里感受到我轻轻蹭着喘息，他下腹一紧。江雪，狼月接走朵，打斗时他也吸了不少花粉。两对小情侣躲到一旁，各自解决难题。蛇疤，我好难受。我泪眼朦胧，手在他胸膛胡乱摸。别急。蛇疤被我聊得火气腾腾，横抱起我离开花海。这里环境不适合我们解决问题。他找了没人山洞，清理石子，铺好兽皮，俯身亲了亲我脸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幸亏狼月先发现我不见，赶来帮忙，不然虎元肯定伤到我了。我理智全无，抱着蛇疤蹭着汲取凉意。洞穴没有遮羞布，但我根本顾不上。天色渐晚，蛇疤轻抚我粘着汗水的额角，简单的帮我擦洗。我给他裹上兽皮，抱着他去找巨狼部落的队伍。恶兽人还没完全撤退，环境很危险。狼月也背着朵和蛇疤赶了过来，随后追着气味返回。巨狼部落的大多数兽人受伤，结旅的有伴侣照顾，伤口也不那么疼了。狼奔看到蛇疤和狼月回来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恶兽人刚退，万一卷土重来，两人带着雌性在外探险。蛇疤抱着我，调整姿势让我靠着他休息。他下定决心要寻求巨狼部落的庇护，只有加入部落，他才能安心外出猎食，给我安稳生活，而不是隔几天就有兽人趁他不备伤害我。狼奔不敢打扰我，满腹疑惑只能问朵和狼月。是恶兽人。狼月身上新添几道伤口，但状态挺好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部落里的雌性重要，兽人勇士更是财富，只有勇士强大，雌性才有安全感，部落才能更强。狼月虽然平时懒洋洋，实际上是难得的斯文兽人，缺了他一个，得用一颗元晶补上。不是，狼月板着脸，嫌恶地说：“是白虎部落的虎元，猛兽部落里年轻斯文勇士不可能无名，大家熟悉他。他看上了蛇兽雌性，小雌性不愿结旅，他就想强迫。这是他从朵儿那儿打听来消息。虎元在白虎部落很有人气，却没结旅。谁料他做出那么恶劣的事，真恶心。”狼奔皱眉，暴跳如雷：“你们解决了吗？”大快人心，蛇疤亲手杀了他。狼月点头，蓬松狼尾盖在朵身上当被子，朵抱着他的尾巴，一脸义愤填膺。狼月来得及时，不然坏家伙肯定得逞。雌雄兽人都有尊严，虎元根本配不上兽人名号。了解情况后，狼奔看向树荫下的蛇疤，他怀抱我，是我珍宝般。冷血兽人又如何？有伴侣就不会成威胁。如果能让他们加入部落，多一个雌性和强力勇士，一定要想办法问问他们意愿。狼奔甩尾，找个地趴下，准备休息。天明大部队启程，我窝在蛇疤怀里，感到憋屈，我没法随便变衣，只能裹那床兽皮，像条春卷，动弹不得。江雪，怎么了？蛇疤低头疑惑看我，难道姿势不对让我不舒服？还有多久到家？我苦着脸，伸手透透气。春天却闷热难耐，穿了内衬也得呼吸。快了，想家了吗？他脸颊蹭我脑袋，语气温柔。早知道不该去那鬼集市，差点让虎元占了便宜，还惹来恶兽人盯着我。幸亏东西都放空间，丢了也难过。我抱着蛇疤胳膊，脸埋他脖窝，好凉快，好想换身衣服，回家就能洗澡换衣。他知道我爱干净，肯定受不了兽皮闷热黏腻，回去多烧水给我洗澡，我会开心。